眼前这辆出了一点小事故的宝马 X6N 是小马哥将要送给老婆的礼物。从车子目前的状况来看，接下来的翻新过程肯定非常困难。这个小马哥是强子的粉丝，在看了他的视频之后，也萌生了翻新事故车的想法。为了能找到靠谱的事故车，他联系强子打听到了那个全是事故车的车厂，并从网上订购了一辆宝马。此刻他正在取车的路上，由于来之前已经提前预约过了，所以叉车司机早已等候多时。等小马哥的拖车一到，他就把这辆宝马 X6N 推了出来，并小心翼翼地放在了拖车上。可车子还没停稳呢，小马哥一个箭步就冲了上去，仔细检查车子的状况。从视频展现的状况来看，这辆车应该很久没人动过了，上面的灰尘非常多，而且损坏得很严重，其他地方也有很多毛病。但由于这里的噪音太大，让小马哥听得很烦，所以他把车开到了一处僻静的地方，在这里终于能好好的检查了。在不知道发动机能不能启动之前，这辆宝马最大的问题就是车架。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车顶和侧面都扭曲了。由于小马哥没有太专业的设备，所以修起来会很困难。接着他又来到车头，评估发动机舱的受损程度。现在他还是很乐观的，在我们看来前端受损非常严重，几乎到了不可修复的地步。但小马哥却不这么想，他觉得修好这辆车应该没什么问题，只不过要多花点时间罢了。简单的了解了车况之后，他的下一步目标是尝试发动车子。但现在钥匙没有在车里，而是被之前的车主寄存在了 4S 店。在拿到钥匙之前，小马哥要先把线路进行连接，看看电池能不能用。他从后座上把仪表盘等零件全都拿出来，接着又打开了后备箱，把方向盘也拿到前面，简单的摆放到了相应位置。但这个转向柱上有很多电线缠绕在一起，小马哥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只能一根一根的插进去尝试。可能真的是傻人有傻福，最后还真让他成功了。现在他要去经销商那里取钥匙，由于来得比较早，工作人员还没有上班，小马哥就在院子里瞎逛。不一会儿，他发现这里也有一辆宝马 X6N， 和自己的事故车是同一个型号，只是颜色不一样而已。看到这里，或许有人会问，为什么他不买一辆全新的宝马送给妻子，而是选择翻新一辆事故车呢？其实小马哥何尝不想，谁会不想送给家人最好的东西呢？可往往让人遗憾的是，我们大多数人的能力有限，只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做出选择。小马哥也是如此，他在这里转了一圈后，总算是拿到了钥匙。现在他的心里很忐忑，想赶紧测试一下发动机能否启动，如果没问题的话就万事大吉，但要是不能启动，那麻烦可就大了。回去后，他先来到后备箱把电池接上，然后把钥匙插进对应位置。这时车子已经有了反应，仪表盘上的灯都亮了，上面显示这辆车只跑了4500英里，相当于7000多公里。看到这个数据，小马哥表示很可惜，这么好的一辆车就这么报废了。不过现在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把车子发动起来。转动了钥匙，但是并没有什么用，于是他就来到了后备箱，简单的调整了线路的连接，接着便开始了第二次尝试。没想到还真成功了，而且声音听起来还不错，这可把小马哥给高兴坏了。现在最大的问题已经排除，只要发动机没有坏，其他的问题那就不叫事儿。此刻小马哥已经按耐不住自己的激动之情，于是又坐上车尝试踩了油门。要我说，他胆子真够大的，真不怕一脚油门下去发动机爆炸。现在关键的部位没问题后，他要把这辆宝马从拖车上卸下来，但车子损坏非常严重，而且他也没有叉车，所以只能对车子进行简单的修复，然后自己开下去。要知道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，因为轮舱里的控制臂已经扭曲，悬挂也被撞坏了，甚至连轮毂都没有幸免遇难，所以小马哥要把它们都拆下来，进行简单修复后再装上去。由于涉及到的零件太多，而他又不像强子一样有搭档，所以一切都得自己来。经过将近1个小时的忙活，总算是拿到了内部的控制臂。他用锤子敲了好几万下，最后总算是矫正了过来。接着小马哥又把零件全装了回去。这次我们可以发现，刹车盘明显不会往外偏了，这说明小马哥还是有点东西的。接下来他来到后备箱，把里面的备胎拿了出来，装到前面临时顶替了一下。虽然车轮暂时处理完成，但这辆宝马目前还是不能开，因为转向柱上的电路还没有连接。现在它就像一根没用的棍子杵在里面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小马哥把车门内的电线取出，然后都连接到了电池上，接着又钻进车内，将方向盘等零件固定到相应位置。完成之后，车子就勉强能开。不得不说，小马哥的胆子真大，这辆宝马可是没有刹车的，一旦失控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但很显然，小马哥并不在乎这些，反而还自顾自地玩了起来。玩够之后，他慢慢地把车往后倒，这个过程非常的艰难。由于车子没有后视镜，所以他必须非常小心，几乎是1.3米回头。但这还不是最难的，更难的是下面的转弯。
这辆车的前端扭曲的太严重，导致小马哥都快把方向盘拧断了，前面的车轮都不怎么转动，只能一点一点的磨过去。好在这个操作的空间比较大，不然还真开不进车库呢。车子彻底进来之后，小马哥又发现了一处损坏，车身的侧面有很长的一条凹痕，是运输过程中被拖车刮坏的。这里就让我很无语了。要说小马哥不会修车吧，他用几个小时就能让报废的宝马简单开动。可要说他会修车吧，这么低级的错误都能出现，看来他在细节方面他还有待加强。接下来的计划，小马哥打算完全按照妻子的喜好来，为心爱的他量身打造一辆宝马 X6N。小马哥现在要取出上面的发动机，把它转移到新车架上。话说上集他把车开进车库后，要对其进行初步的清理，把车子的内饰全部取出。虽然小马哥修车技术可能没那么高超，但是拆车还是很在行的。他先用吸尘器清理掉座椅上的灰尘，然后从主驾驶座开始拆掉上面的螺丝，成功的拿掉了座椅。接着又来到副驾驶，还是相同的操作重复一遍。完成后又拆掉了中控台。此时里面已经变得很脏了，碎屑变得到处都是。小马哥不得已又清理了一遍。前面拆的差不多了之后，他把里面的隔热板取出，底盘部分完全暴露了出来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虽然车子外表受损严重，但是这部分保存的还算不错。最关键的部位是地板和防火墙的连接处，这里也并没有扭曲，不过这部分是属于前端的。接下来小马哥要拆掉后面的座椅，把车内全部清空。有了之前的经验后，再拆这部分那就轻车熟路了。由于这些座椅大部分还算完整，所以小马哥没有暴力破拆，他打算等车子修好后重复利用，这样还能节省一些成本。拆掉椅子后，他取掉剩下的隔热板。现在车子内部已经被清理完毕，但很显然这还不够，因为后续要对车身的套件进行修复，所以上面的全部零件都要拆掉。经过他几个小时的忙活，后面的零件就被清空了。从视频里我们可以看出，车内已经空空如也，这同时也让车架看起来更加扭曲。下一步小马哥要处理车顶，上面有一个坏掉的天窗，而且还有很多的线路从上面经过，也算是全车比较重要的地方。这部分处理完成后，小马哥来到车头，要把前保险杠拆掉。这一步还是很轻松的，只需要拧掉对应的螺丝就可以了。拆掉外面的车壳后，我们能看到里面的情况也不容乐观，被撞的简直惨不忍睹。小马哥深入拆解，把这部分取出之后，又转移到了轮胎舱，那里面分布着很多电线，拆起来十分困难。由于线路过于复杂，导致小马哥直接心态炸裂，不禁吐槽了宝马的这个设计。不过有什么用呢？自己买的事故车，哭着也要给修好。现在左侧基本已经拆完，接下来他要处理另一侧。因为刚接手这辆车时，受损最严重的地方就是这里，所以拆起来会相对麻烦一点。因为下一步是要移除发动机，所以这里必须拆得更加彻底。经过半个小时的忙活，车头的大部分零件就全被拆掉了。下面他要着手处理发动机。要说这一步可不简单，因为涉及到的零件太多了，拆卸起来非常麻烦。下一步要取出发动机，虽然是第一次拆宝马，但小马哥却显得很轻车熟路，一些简单的地方很容易就拆掉了。如果碰到不懂的地方，就用手机查一查，整个过程还算顺利。为了让接下来的工作更顺利，他把副驾驶处的电线全都拆掉了。这些线和发动机相连，虽然有些地方已经失灵，但是对于拆卸工作仍然有一些阻碍。这部分完成后，他把镜头转移到发动机舱，这里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，上面的燃油管已经断开，这也算是省了一点功夫，不用小马哥自己拆了。下一步他打算从车底入手，先把2个轮胎装回去，然后用液压机把车子抬起来，最后钻到车子底部。这里看起来保存的还算不错，损坏程度看起来比车头小多了，而且底部基本上全是金属可保护，没有受到什么破坏。接下来小马哥又拿着工具开拆，这次的目标是上面的排气管。由于底部空间太小，很不方便小马哥施展自己的才华，所以这部分他忙活了很久才完成。令他欣慰的是，底部从下面看非常干净，而且变速箱基本上也没问题。现在和发动机连接在一起的零件基本上都被小马哥断开了，所以接下来就能把发动机取出来了。看出变速箱和发动机成色都还不错，只要这部分没有问题，其他地方的问题都不是问题。现在车上的所有零件都被拆了下来，不过车架已经不能用了，所以小马哥开始模仿起了强子。他又买了一辆零件车，虽说这辆车也是事故车，但是最起码车架受损没那么严重，车门的开合还算正常。不过这辆车和之前的问题一样，车身也有一处很长的划痕。简单的查看了外表之后，小马哥进到车内查看，发现内部保存的不错，这次算是买值了。把车子拉回家之后，小马哥对车头仔细检查，发现前端的零件基本上都被烧坏了，
所有的电线荡然无存，发动机就更别提了，上面的盖子都变成了焦炭。不过咱们的小马哥用不到这些，之前的宝马 X6N 的零件还能用。评估完外面的情况后，他再次进入车内检查内部受损的情况。让小马哥感到意外的是，里面的成色居然这么好，连安全气囊都没有爆。等到车子快修好的时候，这些都可以回收利用，从而省下一大笔马内。车内检查差不多后，他又来到车尾。从后面来看的话，这辆车基本上没有问题。这也正合小马哥的意，因为他买下这辆车主要是想要它的车身套件，其他功能性方面的零件能用的话最好，不能用就算了。不过此时他可能想不到，前端还有一个大惊喜在等着他。